Hello， 大家好，我是老严。咱们今天来讲关于股票的3件事。今天是2024年10月20日，星期天。周五的时候呢，大盘又开始第二波上涨了。大家如果有看我之前的视频，并且一直在回调的时候买入的话呢，现在应该盈利很多了吧？其实呢，从周四开始啊，证券板块就已经有异动的迹象了。周五早盘，证券板块继续走强。周五下午的时候呢，证券板块就集体爆发了。所以呢，咱们做股票要时刻注意行情的变化。假如平时你都不看盘，也不关注板块强弱的变化，那很容易就会坐上过山车，最后呢，浪费了自己的时间，错过了行情，还赚不到钱。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的第一个话题呢，是稳定盈利。说到稳定盈利呢，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胜率高就是稳定盈利呗，其实并不是。我呢，美股、日股都有账户，在日内短线的操作上呢，有一些自己的思路。比如在周五的时候啊，我做了大约10几笔日内短线交易，可是呢，止损了6次。每当我买入后啊，发现它的走势跟我预判的不一致的时候呢，我都会果断止损，所以亏损的钱很少。剩下的符合我预判的盈利交易呢，还在跑。也就是说啊，盈利是远大于亏损的。但是说实话，我最初建立这个交易系统的时候呢，每一次止损都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所以啊，我希望大家能够直面自己交易的错误，大胆试错。对了呢，咱就让它继续跑，直到出现卖点。这样呢，慢慢积累经验，信心建立起来之后呢，交易就会越来越顺手，盈利呢也就渐渐稳定了。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第一个话题。接下来咱们说第二件事，就是当前牛市的延续性啊，以及如何操作。大家也都看到了，这几天市场一直在调整，很多媒体啊和所谓的专家就开始喊话，牛市过去了，机构都出货了，赶快撤吧。但是呢，一有反弹啊，他们又喊牛市回来了。你说这些专家到底懂还是不懂呢？其实啊，就是为了博眼球、赚流量，根本都不靠谱。实际上呢，正如我之前视频里说的，当前牛市的大趋势啊，不会轻易改变。短期的回调呢是正常的，没有哪个市场是一直上涨不回调的。当前的行情啊，遇到调整，咱们应该高兴才对。回调的时候买入，冲高回落，不创新高，适当的减仓，这样来回做梯，降低成本。这当然是当前最好的策略了。对于我之前提到的10只必涨股啊，可能有朋友会问，也不是每一只股票都像长山北明一样大涨啊。我呢，只是给大家一个选股的方向，选股的板块。大家实际操作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些股票加到自己的自选股里。等大盘回调的时候呢，看哪些股票更抗跌，这个时候抗跌的股票往往更有大涨的潜力。同时呢，还要看它是不是强势股。怎么判断呢？我之前的视频里也讲过，很简单，看它之前啊是不是有多次涨停，尤其是在9月24日牛市启动的那会儿，它有没有连续涨停。如果那个时候它都没有连续涨停过，那这只股票在后面大幅上涨的可能性啊就不会很大。比如我之前提到的国民技术，这只股票啊在大盘回调的时候啊是非常抗跌的，所以啊后面每次大盘上涨它就连续涨停。另外还有长山北明，大家也都看到了，已经走成妖股了。最后啊，咱们来讲第3个话题。很多朋友都在问我，到底怎么判断回调的低点呢？这是个很关键的话题。对于这个判断啊也很简单，但是呢，买入之后的操作啊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因为这里啊有可能不是最低点，无论你最擅长用什么指标，这里啊最基本的判断逻辑也就是股票当前的价格比上一次最近的低点的价格要高。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啊，这不是废话吗？的确，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句废话，但是当你真的用起来的时候啊，就会发现它的妙用。我之前讲过，现在的行情啊，用5分钟
15分钟的回调判断已经不太靠谱。当然，这也只是针对普通股票来说的。对于强势股咱们依然可以参照5分钟级别来判断。但是对于大盘呢，我们还是要看30分钟级别。具体的方法就是30分钟周期创出新低之后如果接下来的低点比上一次高，结合你的技术指标和市场情绪，基本上就可以判断这里的回调就是低点了。当然，这里也要分情况。普通行情下，这个方法不一定准。假如不准，那我们就要回到自己的操作系统里，看一下到底是退出，还是等待下一次低点继续加仓做差价，摊平成本。这里的操作呢，就要根据每个人的系统来决定了。假如这里是在牛市中呢，就很简单了，判断的这个低点不是最低点，那咱们就耐心等待下一个低点出现。牛市里回调低点加仓不会错，但反弹不创新高的时候呢，你需要适当减仓，或者按照你的操作系统灵活进行调整。总之当前牛市我们的核心目标就是降低持股成本，同时要保证你手里的仓位不变，或者仓位还要增加。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3个话题，希望这些分享对大家的操作有所帮助，祝大家接下来的交易更顺利。咱们下期再见。